大家好，首先我想说说啊，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脸色不对，肯定是光线的问题，所以呢，请大家多包涵。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走线，因为呢，近期啊，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偶遇了2个想走线美国的中国人。为什么在古巴呢？说来其实也挺有趣的，因为啊，从今年2024年5月17日开始，古巴对中国免签。而且是从5月17日那天开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有直达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航班。由于路途遥远，所以要在欧洲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做1个小时的技术性停靠。我估计呢，在那个地方停一下，然后加油，继续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飞。所以呢，至此有很多想走线美国的人取到古巴，因为他们认为啊，你看我多聪明，如果我到古巴离美国很近了，对于我来说走捷径了，对不对？可能他们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啊，古巴是座孤岛，哪也去不了。所以呢，这2个我偶遇的中国人就这样，他们在古巴已经1个多月了。我就问他们，你们的想法是干什么？开始啊，我与他们交谈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走线的。为什么是偶遇呢？我这次去古巴，在哈瓦那的首都，我住了一家民宿。那家民宿老板，我一入住的时候就告诉我，他说啊，我们这个民宿呢，有1个房间有2个是中国人，因为在古巴本来就很少能够遇到中国人，可能现在免签的就多一些了。原来没有免签的时候，几乎遇不到从中国过去的人啊。所以呢，对我来说也是很好奇的啊。本来那在他乡遇故乡的人吧，就觉得特别的亲切，所以我就马上呢，我就过隔壁房间呢，跟他们唠嗑起来了。开始他们没有说来古巴干嘛，他们说是来古巴旅游的，等等等等。他知道我是从德国来之后，就马上就说实话了。他们说啊，特别是那个年长那个有多大呢？他告诉我是1967年的，也就是我计算一下，现年57岁了，对吧？接近60了，差不多退休了。另外一个呢，从外表看可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呢2个人年龄相差比较大，而且又不是父子关系，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比较好奇了，这很不一般。他们说来旅游，我就觉得他们从外表看不像旅游的样子，不像旅游达人啊。一般从中国到古巴旅游，可能要有很强的旅游这种兴趣的人才会去古巴旅游。毕竟呢，古巴离中国特别的遥远，所以呢，去古巴真的不容易。他们从外表看真的不像那个旅游的人，当然人不可貌相啊。他们特别是年长那个知道我来自德国之后是德国的华人之后呢，他就吐露他的身心了。他说啊，其实他们这次呢来古巴是想看看能不能有门路从古巴走线去美国。因为呢，他们其实原来做了很多功课，比如说可以从中美洲或者甚至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去那个美国，但是呢，中间可能就比较危险，所以他们来探讨一下能不能从古巴去呢？原来啊，他们没有做过什么功课，古巴就是个孤岛，对吧？哪也去不了。他们呢，已经在古巴待了1个多月了。古巴对中国免签，持普通护照的人可以在古巴待大概90天。所以呢，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做什么，在古巴做准备工作。他们说啊，从中国过来的人呢，来古巴的，想走线去美国的，一般可能是选择在哈瓦那，或者呢是在离哈瓦那200多公里之外的叫 Santa Clara 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呢，有的中国人想走线美国的，甚至呢在那个地方造船。他还给我发了图片，那个船就是其实2艘那种什么像帆船一样把它连起来的，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横渡这个古巴和佛罗里达州这个海峡到达美国那边去。我不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啊。我说，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买一艘，比如说汽艇，对吧？就像游泳圈那种性质的2个人，然后坐上去，然后有个什么指南针，就可以一路往北就到达美国了。他们说可能呢走海路比较危险一些吧，可能喂鲨鱼也不一定，所以呢他们还是决定可能最安全是走陆路。
但是在一个孤岛，然后呢，旁边的国家都没有对中国免签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你们可以从古巴申请一个签证嘛，因为在中国之外，可能申请去中美洲国家签证可能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叫什么尼加拉瓜这个国家，尼加拉瓜对古巴原来是免签的，所以呢，很多古巴人走线去美国的，对古巴也有很多走线去美国的，都是先从古巴飞到尼加拉瓜，然后呢，他们都有蛇头。那个一条龙服务的啊，就飞过去之后，只要你在那个走线的名单上面，那个地方机场直接有人接你，然后呢一直往北。所以我告诉他们，其实呢你们可以试试这个啊，具体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走线的人。他们说啊，哎呀，中国人想去尼加拉瓜可能也不容易吧？我说你们都到这里了，去试试申请一个签证啊，对不对？尼加拉瓜的领事馆、大使馆肯定在那个古巴首都，肯定有。他们什么外语都不会啊，英语也不会，西班牙语也不会，都是用手机那个翻译软件的。我说，你们叫房东帮你打电话呀，在尼加拉瓜大使馆帮你们预约，然后你们去申请签证不就行了吗？他们开始有点打退堂鼓。我说啊，在海外，如果申请尼加拉瓜的签证，可能要比在北京啊或什么地方申请尼加拉瓜的签证可能更容易些。既然人都到这了，你去试试吧。他们现在每天都待在那个房间。他说现在古巴特别特别差，也没什么旅游的，所以呢根本就不想出去，加上又热，所以我就一直在说服他们。反正我觉得哈，抛开那个世界观不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认为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虽然走线，我不会去做，但是他们有那个权利。所以我觉得啊，我能够给他们出点子，他们能去美国，能走线去，我绝对是支持他们。因为像这样的人，他对国内一切都不满意，出去之后，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更好，对中国来说也减少一部分压力，对不对？人口压力。所以我这样来看，我是特别支持他们走线去美国的。然后他告诉我啊，国内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差，有多差呢？不行了，经济啊。他说，你看国内的店，一条街一个店一个店的关门，全部关门了，然后很多人失业，很多人过不下去了。另外呢，国内到处都是有毒的食品。你看美国还有西方国家，他们的食品多安全，没有假的食品，都是真的。他还是觉得西方那个民主这个体制更好。所以从他的交谈之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呢，应该是我们听说的网上所说的传说中的恨国党。当然，这个政治观点不妨碍我与他交流啊，因为是他知道我是在德国的华人之后，他才说把他真实的想法告诉我。他说想走先去美国的，原来他没有说，他以为我是中国出来的。然后他还说啊，有内部消息。什么内部消息呢？他说咱们中国的第一把手现在不行了，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统治中国那个可能是个替身。为什么？他说是内部消息，高层的人告诉他的。中国第一把手做了那个人体器官这个移植手术不成功，有排异反应，所以呢，现在统治中国这个人应该可能是他的替身了。另外呢，他说北京已经戒严了，很多火车都不能进京了啊，从广州的不能去了，从那个甚至东北佳木斯的也不能去北京了。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当然不相信啊。于是呢，我在12306查了，比如说明天的，很正常啊，从广州到北京的最快的7小时49分钟到北京了，比原来提速了啊。慢的可能就是那种慢车20多个小时，佳木斯的也一样，最快的7、8个小时，慢的可能1、20小时也一样，都有。所以他的话语啊是不攻自破。当然，我也不想揭露他啊，也不想揭穿他，我不想扫人家兴嘛，对吧？他高兴就好。他还告诉我，我现在57岁了，我想呢，如果走线成功去美国，在那个地方干2年之后我就退休了。一个外语都不会的，没有在美国任何经验的人，他想啊，走线去美国干2年，就相当于躺平退休了，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对他来说，这个美国你看就是个天堂啊，就是钱可能就躺在那个在地上的，就你只需要弯腰去捡就可以了，捡2年的钱，然后就可以退休了。你看他就是那么乐观。然后他问我，还转了一个什么德国的某个人旅居德国的，说德国没有什么那个假的食品，都是真的，都是食品安全的。他问我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就对他说你相信就好。然后他说我不是问你吧，你告诉我到底德国有没有这假的食品，还是全部是食品安全的。我就不想说了，因为我知道啊，在德国也有食品丑闻，也有假的食品，比如说前几年嘛，有德国食品公司用罗马尼亚的马从罗马尼亚进口那种食品，其实里面就是马肉，但是呢，说成是牛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丑闻。原来德国呢还有一些超市把过期的，比如说猪肉、牛肉，它就重新贴了标签，变成了新鲜的，比如说猪肉、牛肉等等，这些呢都是啊。还有德国经常有食品召回的，因为呢食品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一些什么污染了，或者是中了什么病毒啊等等等等。反正呢，德国的食品安全肯定是有隐患的。当然，相对来说，可能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比中国好一些，但是并不说明德国没有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啊。但是呢，我发现很多或者不少的中国人老是喜欢到2024呢，还是把西方国家把德国吹上天，比如说什么德国呢食品都没有任何安全的问题，什么德国的牛奶比水还便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已经老掉牙的那些老生常谈了。好，我们回到这个走线美国的2个中国人啊，他还告诉我啊，走线他是想去，然后呢，现在正在看怎么去。刚才说了啊，我建议他们现在去不了嘛，对吧？哪里去不了，在座孤岛。我说你们想办法，既然人都来了，你这么想走线去美国，不要这么打道回府啊，对吧？那你们想办法从古巴这个孤岛到达，比如说中美洲，或者是到达南美洲啊。你们看看，没有免签的国家，那你们就申请个签证啊，可以，比如说到刚才说了尼加拉瓜，对吧？或者是到南美洲的其他国家去啊，哥伦比亚等等。他告诉我啊，有个哥伦比亚的蛇头，付他$6000就可以从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把他搬运到一个叫西班牙港的，应该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国家，叫 Trinidad Tobago 这个国家。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其实它就在委内瑞拉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上面。从那个地方，然后呢再设法去其他国家去。你看，从古巴这个孤岛到另外一个孤岛还要花$6000，我不知道这条线可不可以，可能是这样吧。从这个西班牙港，然后呢进入哥伦比亚，然后要另外付费，具体是这样。从哥伦比亚，然后呢就参加那种蛇头那种走线团，从南美洲一路好几千公里穿过雨林，然后到达美墨边境进入美国。大概他们设想的这种线路就是这样，多么艰险啊！这个想走线的中国人，这个57岁的中国人，他告诉我，他说他捐了$50,000，大家没有听错，$50,000给郭文贵，因为当时要成立一个新中华联邦啊，所以他捐了$50,000。我的天呐，我听到这$50,000之后，我都摇头了。我心里想，真是人傻钱多，对不对？$50,000就相当于人民币35万到36万人民币了。如果有36万人民币，在中国也算不少的钱了，对吧？可以做一个什么小生意了，或者在18线小县城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甚至呢，在东北的什么鹤岗可以买好几套房子了，对不对？没有必要走线去美国了。然后他说，他捐款给郭文贵，是对他抱有期望，相当于捐款给他成立一个新中华联邦，然后呢，让今后呢中国有个更好的未来。我就问他，郭文贵可是个骗子啊！你看被美国抓起来了。他说，我相信郭文贵，
是冤枉的。另外我问他知不知道郝海东这个人，他说知道。他说郝海东现在已经从西班牙到美国去了。对我来说啊，新中国联邦其实这个笑话，对不对？而且郭文贵就是个最大的骗子，对不对？被美国都抓起来了，可能犯了好几项罪吧。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个走线的中国人还相信郭文贵这个大骗子。后来呢，经过跟他深入交流啊，他说他在国内被关了3年，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呢在微信呢转发了一些内容。我心里想，在微信我转发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被关过，被什么关闭我的账号，对吧？更不可能把我关进牢里面去。他为什么被关了3年呢？绝对有什么问题，对吧？我就告诉他，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啊，没必要去接触什么政治方面的东西嘛，对吧？我发现呢，他这个人肯定是个政治意见分子，因为他自己告诉我，他们有什么群啊，什么自由中国啊，这个群那个群，就说明啊，像这种人肯定是特别关心政治的。从刚才他给我交谈任何的话题来看，就是特别舔西方舔美的人。他就告诉我，中国这体制不行啊，一个人说了算。你看人家美国人家西方可以通过选举把那个不好的政治人物拉下台，然后呢把一个好的选上去。说到这里我就笑话，我心里想笑，对吧？什么叫那个好的政治人物？什么叫好的政治体系？你看像美国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一个比一个烂，对吧？特朗普、拜登，还有德国我就更不好说了，对吧？德国的那个零政治经验的、零外交经验的那个外交部长都可以当外交部长，一个原来蹦床运动员，对吧？然后他以自己零外交经验为自豪，当一个堂堂德国的外交部长，360度这种话说得出来，对吧？贾文凭可能连伦敦政经学院的文凭都没有，这种人都可以选上去，就说明呢这个政治制度啊肯定出了问题。不过呢，这个中国人他自己相信就好，捐了5万美元给郭文贵，他说出来不脸红，他说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呢我不后悔，因为这是一笔我觉得值得的投资，这是他对我说的啊。他也是我的粉丝，也不是粉丝吧，因为他知道我是油管频道的博主之后，然后还加了我的微信，然后知道我的油管频道，他说我订阅吧，我有空的时候看看。我估计呢，他现在正在看我这个节目。好，老兄啊，如果是你看到之后呢，你别介意，因为呢，我只是在说有你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我没有透露你任何的信息，甚至呢，你来自中国哪个省我都没有说，对吧？你的任何信息，你的什么照片啊，你的姓名啊都没有。但是呢，我今天说的绝对是我自己在古巴偶遇的2个中国人走线的啊，确实有歧视。他真的说了啊，他说走线去美国，只要成功了，干2年之后他就可以退休了。哎呀，我听到这个地方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啊。不过真的，我觉得这种人反正对中国没有任何一点正能量的，他既然那么崇拜美国，那真的大可以走线去那个地方。我真的还祝福他去。虽然我觉得政治观点可以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不违法，不违反中国法律，反正他是合法离开中国的，对不对？所以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那么他想追求自己更美好的生活，那我就祝福他，对不对？他因为在那个微信转发一些东西被关了3年，我觉得肯定不简单呀，对吧？绝对是有什么事儿，我看他能不能告诉我。然后在我追问之下，他就说了啊，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他转发了香港，他称之为那个民主运动。他说他转发一些香港民主运动的东西，因为我们三观大概正常的。我为什么说三观正常？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香港2019的是黑暴，肯定是西方，比如说某丑国的那个中央情报局在后面运作，通过他们的间谍网等等等等，
在香港搞一个颜色革命，对吧？才有这些年轻人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等等，对吧？什么毁坏地铁啊，烧毁地铁啊，还有把什么中资企业啊那些都什么柜员机啊、窗子啊什么都搞坏了，烧毁公共财物等等，反正特别的嚣张那段时间。然后从这个走线的中国人口里，他说是香港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这是他的原话啊。但是对我来说，那帮闹事的人呢，就是暴力分子，对吧？你看，在英国现在真的如火如荼的，跟香港的一样啊，也是年轻人跟政府对着干，因为对这个政府的那个政治不满意等等。英国跟政府对着干，跟警察对着干的，绝对是自发的，不可能有西方的 NGO 在后面什么运作。因为都是自己西方体系的人，不可能自己在后面运作推翻自己政府啊，对不对？所以肯定是自发的。而香港这帮呢，绝对后面就是有 CIA，对吧？而且中央掌握了那个证据。而这个走线美国的中国人，他说是香港的年轻人自发的争取民主的运动，可能他就转发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吧，反正就是同情，认为是民主运动的，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呢被关了3年，至少从他的嘴里这样说出来是这样的啊。然后他就给我说了一大堆在中国这个监狱里面的那些黑幕，具体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反正他是一个应该是属于政治犯吧。然后我就问他，在他所待的那个监狱里面是不是都是政治犯？他说不是，他说政治犯应该很少，就是政治意见人士呢应该很少，其他大部分都是什么杀人的、放火的、强奸的等等等等，里面很多是重刑犯，还有不少是外国人呢，有美国的，有黑人等等等等，在里面服刑。他说里面真是人间炼狱啊！他说中国的监狱有多黑暗，他说了很多很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重复，就不一一细说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监狱待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就说了啊，在监狱能够活着出来的，那就是谢天谢地了。有很多在里面都死掉了，那些老弱病残的，因为里面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比如说，像在中国南方是南方的监狱，夏天特别热，里面连空调都没有，那个汗流浃背，12个人住一个房间，一个厕所，而且是没有门的，大家看着你，没有任何的隐私，到处都是摄像头，然后吃的东西也不好，等等等等。他说里面非常恶劣，人间炼狱。哦，他还说了，为什么走线去美国？因为他想赚那个汇率差呀，1:7，这也是他的原话。好像他去美国，到处捡钱就可以了，在那个地方不用花费任何一分钱，对吧？比如说，即使你每月，比如说$4000吧，那1年就可以存下差不多$50,000了，对吧？然后2年就$100,000，但是他没有想想，即使$100,000，你2年换成人民币也就是70万人民币左右，对吧？$100,000，如果你想在美国养老，那简直是屁，对吧？回国养老70万人民币也不能够完全躺平啊，对吧？也不多，而且你原来投资了$50,000呢，就相当于36万人民币，然后你这一趟出来走线的机票，然后呢还要付给，即使走线成功的话啊，可能要付给蛇头，至少这趟可能也要10-20万吧，对吧？加上原来35万，那你投资就55万了。你去真的如果是走线成功干2年，即使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的干，那你能够存下$100,000，70万人民币。原来投资55万，然后呢得70万，也就是你搞来搞去好几年，最后呢只赚了15万人民币。我的天哪！只要在国内你能够吃得起苦，我觉得最多你2年就可以存下来了，对不对？同样是你看走线2年，你在美国存15万，我在国内还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也能够存15万，还没有风险。不过呢，任何一个人跟他们想走线的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对吧？所以我就根本就不想再说服他。
我只能是祝福他。刚才前面说了，我还给他们出点子呢，怎么从古巴这个孤岛去尼加拉瓜？最好的办法就是申请签证。我觉得以中国人的身份申请去尼加拉瓜的签证，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我没有多问，因为他很年轻，可能没有什么很多社会阅历啊。他跟着这个人走线去美国的，估计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个伙吧，有个伴儿，对吧？他觉得走线去美国可能更好一些，这我觉得只能祝福他吧。他在国内从他的网名来看，可能读了一个大专，在国内一个大专，几乎可以说这文凭不值钱。所以在国内如果是没有什么其他技术，也是属于打螺丝的人。当然了，如果你好学，真正的钻研一门那个本领，可以在国内活得不错的啊。他听说我是德籍华人之后，他就特别羡慕。他说：“哎呀，你们有德国护照真好呀，可以飞到处飞。”然后他还说德国福利真的不错，这样免费那样免费，反正他口里说的就是网上那些鸡汤文说的东西，什么读者文摘呀、译林里面说的东西，把西方国家吹得一塌糊涂。就是这个60后就特别相信。当他知道啊我是德籍华人之后，然后就一顿吹啊德国怎么好，然后给我那个转在旅居德国的人说，那个刚才前面说了啊，牛奶比水还便宜，德国食品呢特别安全等等等等。然后我告诉他，可能说出来你不相信啊，我现在啊连德国护照我就不稀罕了，我现在准备申请中国护照，恢复中国国籍。他听了之后特别惊讶，他说：“你不开玩笑吧？”我说：“我不开玩笑啊，我在德国30年了。”我说：“我由原来我还是有点那个恨国党的啊，但是呢，30年之后，我现在特别挺这个中国这个政府。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他，我出国的时候30年前和现在的中国，30年后的中国这个区别我看得见啊，我每年都回国啊。”我说：“难道你看不见中国在进步吗？你回想一下30年前你过的什么生活，现在你又过什么生活？”他还是觉得，他说：“中国是有进步，但是到处都是有毒的食品啊。”好，他老说有毒食品，我说：“你被毒死了吗？没有吧，对吧？你的家人被毒死了吗？”他说有，他说我姐夫48岁就死了。还有他说我的那个发小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也死了，但是他不知道，在国外照样有很多癌症啊。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这个德国伴侣，他的嫂子就是前2个月癌症过世了，50多岁。所以这个癌症啊，在全世界都有，最发达国家都有，就没办法，对吧？目前人类呢不能够治愈，只能在早的时候把它预防，做手术把它切掉，但是也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说，目前癌症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不治之症。正好呢，他的姐夫摊上了，这没办法，对吧？但是呢，这并不是你通过你的个例，然后呢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否定中国这30年进步。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人啊，特别的偏激，好像中国只有有毒的食品。我就问他，既然中国食品有毒，那为什么没有毒死全部14亿中国人？而且中国人的寿命要比美国还要高呢？现在，他听我这样说之后，他觉得没话可说了，然后就说了，反正他觉得目前中国这个制度呢不太适合中国，他不太赞成中国这个制度，所以他说我现在想走线去美国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是一个人去啊，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国内，我估计他孩子已经成人了吧。好，朋友们，刚才我说的真的是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在民宿里面遇见了2个想走线去美国的中国人，他们跟我说的，他们的世界观跟我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想千方百计的走线去美国，去他认为的西方的那个天堂式的美国。而我呢，我告诉他我想申请恢复中国国籍，他表示很难理解，不相信。你看，2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在古巴相遇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个地球真是太小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对现在2024年还想走线去美国的这2个中国人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下面发表你们的观点。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